回去！你把我们带到墓地干嘛？快放我们回去！我好害怕，怕这是犯法的，你就怕我们报警吗？还以为多硬气，软蛋！你是个疯女人，我跟你拼了！有点血性。但不多。放开我！敢伤我，沈家不会放过你的！我知道啊，这不是给你带到祖宗面前来谢罪了吗？来，给祖宗磕头，磕到祖宗我满意为止，否则就让你们留在这里陪他们过夜。向北哥哥，要不我们就听他的吧。我看。祖宗保佑，祖宗保佑！我以后都不跟王舍姐了，快让姐姐收收舌头，让我们回去吧。记住今晚的教训，以后要是再想来招惹我，想想后果。怎么没有看到明珠啊？平时这个点儿她早下来了。哦，好像有点感冒，今天早上去医院了，估计还没回来吧。啊，这样啊，那咱们先吃吧。就是那个土包子，我姐好好的，怎么会被送进医院？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妈，你都不知道，昨天姐姐故意刁难我和向北哥哥，她把我们带到墓地动了阴谋啊！不是你说喜欢过万圣节，我只是找了一个更有氛围的地方，有什么不对吗？姐姐，我知道你一直记恨我占了你的身份。可你也不能要我的命啊！这个土妞，心思怎么这么恶毒？我告诉你，我这辈子也不可能认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姐姐。我们谢家就只有明珠姐一个千金。你们谢家？怎么？你有意见？你一个射箭运动员，每天训练，昼伏夜出，结果连隔壁的弹丸小国都打不过，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谢家人？100年前，他们还得对我朝上供呢，废物典型。你懂什么？我要是你，定是羞愧的抬不起头，半分不敢提自己是谢家人。射箭是讲究天赋和状态的，我只是暂时打不过他，之后我一定把那个外国佬打趴下。你骗骗他们也就得了，别把自己也骗过去。谢家人讲究的是真才实学，不是光靠嘴硬就能够撑起脸面。你怎么想动手？光耀，你可得小心点他，他的牛劲可大了，昨天都把向北哥给打趴下了。够了，谢婉玉，你少说2句吧。光耀年纪小，性子急，你刚回来就不能让着他点吗？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吃饭的时候不准吵架，是谢家体统。不吃，以后这个家有他没我。谁？500的气球，这怎么可能吹得完呀？白眼狼，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这么报答我们？这根本不是过节，是折磨。母亲节的时候，我多夹了1块肉，你们说我不懂节日礼，罚我跪了3天3夜。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过节，那这个儿童节就让你痛吧。我是你爹，我教育你天经地义。
会摆谱。要论起辈分，你们都得跪下来喊我一声老祖。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谢家嫡女谢婉玉，聪慧过人，通经史，晓兵法，善谋略，建设安定南疆，特封明惠郡主，赏黄金100两，绸缎1000匹，钦此。100年前，我是谢家嫡女，上能参议国政，下能持家理事。这枚玉佩，便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可惜我年纪轻轻，战死疆场，历经6道轮回后，一朝转世，魂穿成了秦家不受宠的大女儿秦婉玉。秦氏夫妻虐待秦婉玉20年，只因她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是100年豪门世家谢家二房早年丢失的真千金。这谢家正是我的子孙后代。等我替秦婉玉还完养父母的这份大礼，就要回到自己的本家去。你就是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儿，真是寒酸的让人倒胃口。我这个亲生女儿如果廉价，那你这个冒牌货算什么？亲生女儿又怎么样呢？爸爸妈妈、弟弟还有我的未婚夫，爱的都是我。你呢，只是一个逞口舌之快的乡巴佬而已。看来历经100年，谢家虽然还存在，但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今我谢家老祖既然回来，必要重振家族荣耀。爸爸妈妈，姐姐在乡下一直没人教，肯定不懂贵族的那些礼仪和规矩，不如让我来教她，免得丢我们谢家二房的脸。也好，既然你回来了，总得遵守谢家的规矩。看来在重振家族之前，要先收拾这个鸠占鹊巢的假亲戚。上车吧。姐姐，你在乡下一定过得很苦吧？穿得这么寒酸，怕是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吧？等回家，妈带你回去买2条奢品皮草和裙子。除夕斋宴马上就要到了，可不能丢了咱们二房的脸面。亥马氏、香奈儿、江诗丹顿，这些夫妻难养活，也配拿来炫耀？当年我郡主府里的笔墨纸砚，随便一件都比这些金贵100倍。洋货？当然了，乡巴佬见都没见过吧？据我了解，谢家是传承100年的名门世家，长房嫡系大多数都穿私人定制的旗袍和中山装。你这么爱穿洋人奢货，实在是丢我们二房的脸。你说什么？啊，怪我忘记了，你不是亲生的，那当我没说。你确实不用守着我们谢家的规矩。不行，不能让他占上风。姐姐，你从小在乡下长大，怎么会对谢家的规矩这么清楚？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妹妹，难道没有人告诉你，村里早就通了？我们谢家坚守传统，以中山装旗袍为尊，不慕虚荣。爸的话我一直谨记在心，不会只是说说而已吧？怎么会是说说呢？我们家也是很注重家族和传承的。我刚才只是开了个玩笑。那就好。爸爸在家排行老2，咱们二房在谢家嫡系面前地位一直不高。这次除夕家宴，要是咱家都穿着满身洋牌去，怕是丢脸要丢大发。你说什么呢？爷也是你的。怎么了？
这不知道谁的车停在这儿，花里胡哨的。少伟哥哥，爸，我要上课。少伟哥哥，哎呀 ，My princess, I miss you so much。少伟哥哥，我也想你了。这哪来的小莎士比亚？这 country girl， 虽然你是谢家的 old chick daughter， 但 my wife， 我只认老庄。像这种村姑，根本不配做我沈家的儿媳。哼！姐姐，少伟哥哥在漂洋国游学，精通中、英、法、3国语言，偶尔呢会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你别介意啊。当年我跟世界各国的传教士学洋文的时候，现在的漂亮国还没建国呢。这点半吊子英语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他呢？他刚才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村里的方言吧。I live在the coastside, I need you， 阿猴哥，他妈你是个傲慢的蠢货！小伙子，人家姑娘说的可是法语啊，这都没听懂，不是精通3国语言吗？这小姑娘还说别人是村里的，结果自己也没什么文化嘛。另一个姑娘法语倒是讲得不错，老谢，看来这没有经过你教育的，反倒是更有文化一点啊。谢明珠，你瞎说什么呢？还不快给你姐道歉！都是你不懂事，在外面丢人现眼。对不起。这丫头虽然是在乡下长大的，可说话做事儿都戳在点子上。刚才在外人面前也没输了气势，不像明珠，净给家里惹麻烦，让我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好了，外面天冷，都跟我回家吧。青玉，你刚才说的话意思我听懂了，骂我蠢蛋，你别太过分了。少伟哥哥，快看，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惊喜。哎呀，我们明珠啊，真好，不像某些人才刚回来就搞得家宅不宁。哼！爸妈，今年的除夕家宴是时隔10年再次由我们2房举办。是啊，满屋子的洋节装饰，要是被前来的各位嫡系看到，只怕是会认为我们忘了祖宗的规矩，沦为整个宗亲圈的笑柄。来人！哎，这把这些全部给我清掉，连夜清干净，一点痕迹都不要有。妈，这是我花好几天才布置好的，你不能就这样清掉。胡闹！家宴和祖宗的规矩，它比什么都重要。姐姐，你怕是不懂得万圣节的意义吧？它可不是普通的鬼节，是时尚，是潮流，是我们上流圈子专属的社交方式。哦，也是，他在乡下待久了，目光短浅，自然是理解不了这么高级的节日氛围。山猪吃不了细糠，就是好好的节日被你这么一闹，都泡汤了。好，这个万圣节就这么值得过，倒是我孤陋寡闻了。你知道就好。也算了，跟你也说不清楚，毕竟你连个像样的 party 都没有参加过。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有点意思。既然你们这么追求氛围，我知道一个好地方，比任何派对都更贴合主题，保证让你们过一个最正宗的万圣节。什么地方？怎么样？这里到处都是鬼气，可比你们那些装神弄鬼的派对正宗多了吧？
去！你把我们带到墓地干嘛？快放我们回去！我好害怕，怕这是犯法的，你就怕我们报警吗？还以为多硬气，软蛋！你是个疯女人，我跟你拼了！有点血性啊！但不多。放开我！敢伤我，沈家不会放过你的！我知道啊，这不是给你带到祖宗面前来谢罪了吗？来，给祖宗磕头，磕到祖宗我满意为止，否则就让你们留在这里陪他们过夜。夏北哥哥，要不我们就听他的吧。我看。求求保佑！我以后都不过万圣节了，快让姐姐收收舌头，让我们回去吧。记住今晚的教训，以后要是再想来招惹我，想想后果。怎么没有看到明珠啊？平时这个点儿她早下来了。哦，好像有点感冒，今天早上去医院了，估计还没回来吧。啊，这样啊，那咱们先吃吧。就是那个土包子，我姐好好的，怎么会被送进医院？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妈，你都不知道，昨天姐姐故意刁难我和向北哥哥，她把我们带到墓地动了阴谋啊！不是你说喜欢过万圣节，我只是找了一个更有氛围的地方，有什么不对吗？姐姐，我知道你一直记恨我占了你的身份，可你也不能要我的命啊！这个土妞心思怎么这么恶毒？我告诉你，我这辈子也不可能认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姐姐。我们谢家就只有明珠姐一个千金。你们谢家？怎么？你有意见？你一个射箭运动员，每天训练，昼伏夜出，结果连隔壁的弹丸小国都打不过，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谢家人。100年前，他们还得对我朝上供呢，废物典型。你懂什么？我要是你，定是羞愧的抬不起头，半分不敢提自己是谢家人。射箭是讲究天赋和状态的，我只是暂时打不过他，之后我一定把那个外国佬打趴下。你骗骗他们也就得了，别把自己也骗过去。谢家人讲究的是真才实学，不是光靠嘴硬就能够撑起脸面。你怎么想动手？光耀，你可得小心点的，他的牛劲可大了，昨天都把向北哥给打趴下了。够了，谢婉玉，你少说2句吧。光耀年纪小，性子急，你刚回来就不能让着他点吗？好了，都别吵了，吃饭的时候不准吵架，是谢家体统。不是，以后这个家有他没我。谁？你想干什么啊？别以为你在这里装神弄鬼就会把我唬住。不想看什么，就是看你总被那个小国运动员压着打，心里服不服气？关你什么事？你又不懂。不懂。你射箭时总爱仰头抬肩，导致重心偏移，出箭瞬间手腕不稳，箭道会不自觉偏右而起。而你打不过的那位，看似稳准狠，实际上耐力不足，连续射击3箭之后，臂力明显下降，第4箭必失准心。而且他只擅长逆风射击，
顺风时视线极易受到影响，这就是他的死穴。你就是随口胡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没什么稀奇的。知道还打不过，真是笨得溜黄汤。秦婉玉，你有病吧？你等在这里就是为了羞辱我？信不信由你，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要不是觉得你给谢家抹黑，谁帮你？等等，你要是有真本事，你就当面展示给我看，要不然就别用嘴吹。这回信了吧？20次，4次都穿透红心，你怎么做到的？你到底怎么做到的？4次都正中红心，连一点偏移都没有。当年在谢家，秦舍可是我的看家本领，百步穿杨都是小意思。我再示范一遍，你好好看着。我靠！居然一点都没偏！哎，你从小长在乡下，难道你们村其实是那种猎户村落，从小靠打猎生活？能不能有点文化？都什么年代，猎户用枪。哦，那照我刚才的动作来，你再试试。肩膀放松，腰背挺直，重心放在后腿。拉弦时手腕别抖。放轻。Yes。小姐少爷不好了，明珠小姐钻石项链不见了。啊！别哭了。好了，来吧，帮你。婉玉，你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去过明珠的房间，或者有没有见过陌生人去过她房间？你们怀疑我？哎呀，不是的，我们就是手是我自己有，犯得着偷他的？你那叶佩是乡下随处可见的便宜货，哪能和我的钻石项链比？肯定是嫉妒我，爸爸妈妈宠我，给我买首饰，才偷偷拿走的。爸妈都出生世家，自然认得这是不是便宜货。哎，好像还真是啊。你看这块玉的玉质真不错，怎么看着这么像？确实不错呀。爸爸妈妈，他拿个破石头在这儿混淆视听，你们别被他骗了。我的首饰肯定在他的房间里，我这就去翻。哎，明珠，哎。看吧，我就设在房间里。铁证如山，你这个小偷！婉玉，我原以为你虽然在乡下长大，但品行不坏。可是你怎么能做出偷东西这种行为的？你竟然真的偷了你妹妹的东西，还不道歉？我说你们现代人这么不相信科技，你们看看那儿，你装摄像头干什么？刚到谢家，人心复杂，装个摄像头有备无患，总要小心有人栽赃陷害。 你这是嫉妒我？爸爸妈妈宠我，给我买首饰，才偷偷拿走的。爸爸妈妈宠我，给我买首饰，才才
把我赶出谢家，你还真是绞尽脑汁。可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明珠，你可是我从小教养长大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栽赃陷害的事呢？你太让我失望了，罚你抄家规100遍。钱婉玉，你别得意，我告诉你，爸妈的宠爱，还有谢家的所有财产都是我的，我早晚把你赶出去。你刚刚说的话，我全都录了。还是那句话，有备无患。钱婉玉，你想压我一头，抢走我的一切，做梦！证明他在害之前让他身败名裂，到时候就算父母想认他，也会顾及谢家的脸面。到时候我还是谢家唯一的姐姐。你信任我从这儿跳下去，爸妈就会让你卷铺盖走人。不信。我的天！姐姐，你为什么要推我？我的腿疼。谢明珠，你演戏也不知道挑个好时候。爸妈一早就去公司了，佣人也都出去采买，现在这里连个鬼影都没有。你演得这么美丽，给谁看？钱婉玉，你个贱人！我演了又怎么样？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恶毒的人，把你赶出谢家。怎么没有这样？也不是一个人都没有，你看看后面。姐，你怎么老玩栽赃陷害这一套啊？谢光耀，你还是不是我弟弟？明明是他把我推下来的啊！可是你俩离得很远哎，并且从生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他是我的弟弟。你少在那儿自欺欺人了！你以为回到谢家你就能拥有一切吗？你现在在谢家连个正式的身份都没有，谁会认你是谢家人？你说的对，我现在确实无名无分。你知道就好，爸妈是不会给你身份的，你就永远在谢家当个寄生虫吧。什么？在除夕家宴公布他的身份？爸妈，除夕家宴关乎到我们谢家二房在嫡系面前的脸面。钱婉玉一个乡巴佬，根本不懂规矩，他肯定会搞砸的。明珠，别胡说。婉玉虽然刚回来，但做事沉稳，又懂谢家的传统，我们相信她能办好。只要家宴办得周全，让嫡系宗亲们满意，我就正式公布婉玉的身份，把她的名字记入谢家的族谱，让她名正言顺做谢家的女儿。这还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我都记不得自己的身份还没有公布。我不同意，他不过是谢家刚领回来的妻，连谢家的规矩都没认全，
怎么能够操办这么大的家宴？况且，我们才刚获得重新操办家宴的机会，不能这么随意。没学全，那我问问你，谢家开国先祖的家训是什么？除夕家宴作为谢氏家族最重要的宗亲聚会，是应该遵循3礼3宴的流程，还是5仪6席的规制？我少在这里虚张声势，难道你就知道？那我告诉你，谢家的开国祖训是：崇德、敬祖、守礼、传家。除夕家宴应按照迎宾礼、祭祖礼、团圆宴、送亲礼4大流程来。我说的对吗？没错。你就算知道又如何？说不定是提前查了之后背下来。你以为家宴是那么简单，说办就办吗？行了，明珠，别说了。你又陷害婉玉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再让我失望。从现在开始，禁足1周，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踏出房门半步。还不快去！夏北哥哥，我爸妈要让秦婉玉主办除夕家宴，只要办得好，就把她写进族谱。我不能让她得逞。Darling， 放心，站得越高，摔得越死。除夕家宴那天，我自有办法让他身败名裂。好，我相信你，夏北哥哥。秦婉玉，这次我一定要让你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你真的确定要把除夕家宴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婉玉？她刚回到谢家没多久，咱们对她还不算是完全了解，要是办砸了可怎么办呢？我也担心，可你不想一想，咱们2房一脉在嫡系宗亲那里本来就没什么地位，一直被边缘化，就算再差，他能差到什么地步啊？据我观察，婉玉这孩子不简单，不如就让他试一试，万一真的把家宴办得让嫡系宗亲们满意，不仅能挽回咱们家的颜面，将来婉玉站稳了脚跟，也能成为光耀的助力呀，是吧？这次家宴，大概是我见祖老最好的机会，就是不知道他是否还坚守着先祖的家训，记不记得？欢迎啊！里面请，里面请。哟，您来了！哎呀，欢迎！哎，里边请，里边请啊！爷爷，爷爷，爷爷，你可算是来了，我都等你好久了。哈哈哈！我的宝贝明珠啊，今天打扮得非常漂亮。瘦了，这段时间受委屈了？爷爷，我没事儿。就是我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让咱们家丢脸。你放心，有爷爷在，没人敢让你受委屈。有些人刚回谢家，不懂规矩就算了，还总想着欺负你，他真以为谢家没人了吗？去，叫过来。是。待会儿让他过来给你赔个罪，往后在谢家有爷爷护着你，没人敢动你一根手指头。爷爷，你别生气，姐姐她
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哼，是不是故意的？看态度就知道。爷爷，您叫我。你。这玉坠怎么有些眼熟？爷爷，啊，你在乡下长大确实很不容易，但是不能老想着急于求成，只图虚名。是啊，姐姐，你刚从乡下回来就接手这么重要的家业，我都替你感到担心呢。哼，来历不明的乡下丫头，刚回来就掌管家业，未免也太草率了吧？我看他穿的倒是人模人样的，可骨子里边那个俗气轻易改不掉。爷爷教训的是，乡下虽然是没有多少大场面，但爷爷以往主持的宴会上，排场虽大，但却总少了些宗族该有的人情味，反倒是让嫡系宗亲们觉得生分。你说得好啊！我参加了那么多年宗亲宴，喜儿，这次可是你们二房家办的最好的一次宴会。就是。邱婉月，这次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手。你在干什么？匡耀，你怎么在这儿？我就是来看看开辟式准备怎么样了。这里有管家和佣人看着，需要你在这里偷偷摸摸吗？什么都没有。哎呀，宴会开始了。怎么回去吧？来，走。姐姐。开笔仪式这么庄重的事情，你怎么能准备洋人用的羽毛笔呢？我就说过，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根本靠不住。你们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她呢？简直是胡闹！爸，误会，绝对是误会啊！是啊，婉玉，这是怎么回事啊？爷爷，是有人不要狡辩了，根本就没把谢家的规矩放在眼里，只想着自己出风头，把他赶出去。我的孙女只有一个，那就是明珠。站着！师姑，您怎么来了？亵渎祖制可是天大的罪名，秦婉月，今天谁来了，护不住你。师姑，您怎么来了？足了，不必。郡主，是你吗？叔公，您说什么呢？她就是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给我闭嘴！你懂什么？她是让我是100年前谢家嫡系核心成员才能绣制的图腾。如今谢家除了我，早已没人见过全貌。还有，这枚玉坠是当年圣上亲封郡主之位时的御赐之物，我绝不会认错。这什么意思啊？谢
谢家祖训有载，100年之后会有郡主先祖投胎转世，重归谢家，重振家族荣耀。这期的凭证便是这先代图腾与这枚御赐玉坠。什么？是郡主先祖转世？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土包子他怎么可能是郡主转世？错了，这一定是记错了。叔公，您说什么呢？这丫头就是乡下来的一个村妇。住口！谢家祖训岂容置疑？这图腾与玉坠皆是铁证，你们竟敢质疑先祖，简直是大逆不道！跪下，给先祖赔罪！不必跪了。郡主仁慈。这个命格倒是奇特，身为郡主，风华绝代，却红颜薄命，战死疆场，投胎转世，竟还要再吃10年的苦。这枚玉佩是你的护身符，也是你的宿命。郡主，你兜兜转转，还是会回到谢家，重振家族荣光。10年之期已经结束，我回来了，重振家族荣光，绝非妄言。比的事情，我知道是谁。放开我！放开我！夏北哥哥，这是谁啊？怎么混进来的？这可是家宴，非谢家宗亲不得入内。夏北哥哥是我的未婚夫，他是受我邀请前来参加家宴的。未婚夫？谢明珠，连你自己都不是谢家的亲生女儿，你的未婚夫跟谢家有半毛钱关系啊？哼，倒插门啊！就是嘛，非宗亲不得入内，这是祖上定下来的规矩。你一个外人啊，凭什么私自带人进来？回禀族老，我们在后台道具箱里找到了被调换的万年青毛笔，人证物证俱在，就是这个沈象笔偷偷溜进后台换了笔。不是我，你们凭什么冤我呀？我知道，我刚刚在后台看到，就是沈象北换的毛笔。放屁！你诬辩我就没有去过后台。是不是污蔑？一看便知。干什么？族老，这是后台的监控。就在。早说了，你们这些现代人要尊重科技。不是我要这样做的，是秦婉玉，还是针对明珠，说的刁难她。我只是为了给明珠出口恶气，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明珠啊！不是的，不是的，这都是他自己的主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胡说，明明是你跟我说。我没有。来人，把他俩给我赶出去！不要放开我！郡主请。先祖在上，宗亲在侧，谢家除夕家宴，开宴。老祖宗，您先请。老爷子，您是长辈，理应您先请。您是先祖转世，哪有让先祖等晚辈的道理呀？老祖宗，您先请。您这就是身份了。论模样，您比我大；论如今的辈分，您才是长辈。老祖宗请。老爷子，老祖宗请。老爷子。
婉玉啊，能让祖老这么看重你，可真是不简单呐。是啊是啊，婉玉，既然祖老认定你是先祖转世，那咱们跟着认就是了。传闻里的明慧郡主，文武双全，端庄肃穆。婉玉虽然行事利落，可比起郡主，还是外放了些。有婉玉，这是我们谢家的福气啊！可不是嘛，有祖老撑腰，咱们二房以后在宗亲圈可算是抬起头了。哎，二哥，最近生意怎么样啊？里边说，走，请。秦婉玉，刚刚在大厅里面，你是不是想让我供出沈向北？他们在里面谈生意，你不陪着一起？我对管理公司不感兴趣，我只是想问。是，干得不错，没让我失望。谁管你失不失望？你说左老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就婉玉那个性子，怎么可能是郡主转世？管他是不是真的转世的啊？祖老都认了，以前谁会在乎咱二房的态度？今天你没看宗亲们的态度啊？对咱是好事，以后那可不一样了。对，这个身份可要好好的利用起来。下周的商业酒会，你必须去。你多跟行业里的长辈和前辈你认识认识，也提前熟悉一下集团的业务。这硕大的家业，我迟早是要交到你手上的。爸，跟你说了多少次，我对管理企业没有兴趣，只想当一个射箭员。你射箭能当饭吃啊？啊，射箭能争取谢家的门面吗？再说了，你连青年赛的冠军都拿不到，还职业选手，你想听？那又怎么样？你们根本不懂我，根本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什么？你给我回来！这孩子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惯着他，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整几天。你还嘴硬，光耀这孩子从小就犟，真要是饿出个3长2短的，可怎么办？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难道真要看着他饿死不成？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不如做个对赌协议。对赌协议？你又想搞什么花样？婉玉，你就别跟着光耀瞎胡闹了，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不是瞎闹，这次青年联赛，谢光耀一定能打赢那个外国人。如果他赢了，就再也不能阻他走射箭这条道路，公司的事也绝对不能逼他半分。他能赢？哈哈哈，简直是天方夜谭。就算他赢了啊，我这么大的家业他不干，这个担子我交给谁啊？交给姐姐。儿子，我用我的比赛成绩来向你们证明，如果我输了，我答应你们，我去公司上班，并且再也不提射箭的事。如果我赢了，你们就一定要兑现承诺。光耀，快坐下来吃饭吧！啊，有话咱们好好说啊！只要你们不答应对赌，就一直不吃饭。老谢，要不你就答应他吧？难道你真的要看着他饿坏了吗？好，签协议可以，但婉玉必须考上清北大学的研究生，协议才可以生效。光耀赢比赛的概率不算高，谢婉玉一个乡下人想要考上研，更是天方夜谭。不如就顺着他们的意思签协议，到时候两人都输了，自然就乖乖听话了。可笑，女儿进入家里的企业，要先考上清北，而儿子只需要他是儿子。可以，但我要加个条件，我要公司的股份。好。谁来呀？
我跟姐姐还有爸妈都不喜欢我。他这么过分？班长，我的座位在哪儿？那儿。明珠，你说的果然没错，他身上一股土味儿。但是我爸妈更看重他，还特意叮嘱我好好照顾姐姐。没事儿，我已经交代过，一定会特殊关注的。这是你写的？是要怎样？乡下来的土包子，你知道我爹是谁吗？呀，一股穷酸味儿。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滚回农村去吧。你要干什么？既然是你写的，那就把它擦干净。你敢打我？我要回去告诉我爸爸。好啊，回去找你爸爸，小霸宝。你给我，你等着，等着！明珠，你怎么来了？很疼吗？没事的，小问题。他也太过分了，刚回谢家就目中无人，现在还敢动手打人。你可是赵家的少爷，怎么能受这种委屈？你现在就回去跟你爸妈说，就说谢婉玉，她不仅人身攻击你，还动手打你。你爸妈这么疼你，一定会为你出头的。你说的对，我现在就给我爹妈打电话，让他来学校给我主持公道。谢婉玉，好戏来了。爸，就看我打的，你看着我脸我打的。妈，你可算是来了，你都不知道姐姐今天有多粗鲁。赵同学不过跟她开了个玩笑，她就动手打人，动辄就用武力解决问题，咱们谢家的脸都要被她丢尽了。婉玉，明珠说的是真的吗？我确实打人。你听见了吧？他亲口承认了，这可是校园霸凌。今天啊，必须让他跪下给我儿子道歉。跪下！但是这个赵信不仅在我的课桌上写下“乡下人滚回农村”这种话，还说我只是谢家二房请回来的野种，而二房也只是谢家的边角料，根本没有实权。你胡说！我只写了你滚出学校的话，可没写什么侮辱谢家的话啊！赵先生，你真以为我谢家二房是可以拿捏的软柿子？学校最看重的就是学生的品行和教育。你儿子的所作所为已经违反了校规，不想被退学的话，现在立刻向我女儿道歉。对不起。婉玉，这是你要的考研资料，拿走吧。谢谢老师。老师，这次的数学建模竞赛能不能一个人报名参加？我找不到合适的队友。他身上是淤青。一个穷鬼特招生也配坐在这里，赶紧滚蛋算了。就是还保研名校，做梦呢！你连队友都找不到，谁愿意跟你一起组队？多晦气！哎，你还给我！
瞧他那窝囊样！哎呀！谢婉玉，我劝你少多管闲事。喂，我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吗？这破什么声怎么就……你们太吵，很烦。你没听说吗？刚才赵熙被他家里人火急火燎的接走了，估计是被谢家施压了。走。谢同学，你愿不愿意报名参加这次数学建模赛？这个比赛是市里的，1等奖可以保研清北。保研？光要赢比赛的概率不算高，谢婉玉一个乡下人，想要考上研更是天方夜谭。不如就顺着他们的意思签协议，到时候两人都输了，自然就乖乖听话了。报名表。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山胖配穷货，可不是嘛！就这还想参加竞赛，丢人现眼！爸妈，你们知道吗？姐姐居然报名了市数学建模竞赛。姐姐，不是我说你，你在乡下读的那些书，怕是连竞赛的题目都看不懂吧？这场比赛在市里可是大比赛，参加的都是顶尖学府的学生，你别到时候考个倒数，让别人笑话咱们谢家没人，净出些不自量力的人了。啊，妹妹还知道建模赛呢，我还以为你在学校只会天天睡大觉呢。我才没有！好，没有。婉玉啊，明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乡下的教育质量跟城里根本就没法比。竞赛这种事情呢，可不是光靠有胆子就可以的。我看也是，与其浪费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上，倒不如把精力放在复习上啊，不然怎么考研呢？你们就这么不想让我考上？是吗？也对，爸妈大概只是觉得光耀能够赢得比赛的概率微乎其微，我能考上也是天方夜谭，你们只是顺水推舟卖我们个人情罢了。可惜了，光耀这么拼命的努力练习射箭，想要证明自己，可是你们从来没有真正相信他能够打赢那个外国佬，甚至觉得他坚持射箭也是不务正业。爸妈，你们从来就没相信过我能赢，对不对？别听他胡说，我们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啊！是啊，我们一直都很支持你的啊！可是我昨天和祖老联系，他说，爸说光耀很快就能够继承二房的产业了。够了，太让我失望了。光耀，你没听他在用祖老来压我们吗？妈，你们在说什么呀？什么清北？什么公司啊？没什么。啊，明珠啊，你和向北那孩子发展的怎么样？他上次去海外，你有没有去送他？送了，他还说有机会带我去国外一起旅游呢。弟弟是未来的掌权人，自己却只是用来联姻的工具，这么明显的重男轻女都乐在其中，没救了。哎，你怎么来了？走，跟你家训。啊？哎，所以你打算怎么教我？看一眼这个。这也太全面了，你是怎么发现这些细节的？先按这个计划来，专项训练。这么细碎的内容，他一定很早就想帮我了。
只是嘴硬不说，原来这就是有姐姐的感觉吗？哎，谢光耀，帮我去拿个东西。哦，就你还运动员呢，别逗了啊！这个村妇肯定是来抢占爸妈注意力的，咱们得齐心协力赶走她。傻笑什么呢？先按这个本子上的基础动作练习半个小时，注意呼吸节律。好。光耀，你这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也是啊，后山靶场平时只有我和谢婉玉会去，再怎么也……谢婉玉，你不解释解释吗？怎么了？怎么了？我的弓被人故意破坏了。你怀疑是我干？不然呢，姐姐？最近一周后山的靶场可是只有你们2个回去。你觉得我赢不了那个外国人是不是？是在白费力气。你觉得我不配实现梦想，所以你去找爸爸认输，对不对？既然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跟我签对赌协议？为什么给我制定那么好的训练计划？原来你都是在骗我啊！哎，你干什么去？你难道真的不跟我可解释了？查案。坦白从宽。谢小姐，你就别跟我摆谱了。这靶场我管理了这么多年，什么规矩我不知道。弓断了就是质量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质量？这弓身是桑木所制，质地坚韧，绝对不可能从受力点整齐断裂。断头处有明显的进胀裂痕，先用水浸透软化，再用牛筋绳反复勒紧，最后只要稍微受力就会断裂。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看你就是想栽赃陷害，为自己开脱。这种100年前军营里用来破坏敌方军械的老手段，没想到还有人会用，可惜没用在正处。这罐里的水浸过桑木，而这牛筋绳上的勒痕与弓身断裂处的痕迹完全匹配。你还想狡辩？说，谁指使你这么做？我再说一遍，坦白从宽。我说，是明珠小姐，是她让我偷偷在光耀少爷的弓上做手脚，还让我诬陷你。我只是一时糊涂啊。既有二心，永不录用。走。谢明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听不懂？管理员都已经招了，你让他破坏我的弓，污蔑婉玉姐，你就这么不想让我们好吗？谢明珠，自从婉玉姐来，你怎么变得这么面目可憎？你怪我？明明是他想要抢走我的一切。不，是你想要的太多，
谢明珠，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姐姐，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姐姐。对不起，之前是我错怪你了，都是我太蠢了。哎，大人别打脸啊！想什么呢？我看你伤口挺深的，想带你去处理。走吧。疼吗？真的，对不起，姐姐。以后遇事别这么意气用事，别人一挑拨就失去理智，这样只会显得你自己很蠢。那下周日的比赛，你能来吗？那天是建模赛的最后一天，如果赶得及，我一定会去。好，那我等你。妈，姐姐现在还没来，该不会是建模比赛输了，没脸见人了吧？这个孩子真是不懂事。10号选手谢光耀。加油，光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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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我就再看最后。光耀！加油，光耀！加油！一眼。肩膀放松，别僵着，腰背挺得再直，肩膀僵硬，重心也会偏移。手腕别抖，指尖发力要稳，剑道才不会偏右半寸。你的对手耐力不足，前3剑他必定会用尽全力，别着急跟他比速度，稳好自己的节奏。肩膀放松，别僵着。手腕别抖，稳好自己的节奏。迟缓。迟缓。迟缓。本次青年弓箭联赛的冠军是谢光耀。恭喜，姐，谢谢你，
这个奖杯有你的一半。这是你自己努力的成果。本次省数学建模大赛，我校谢婉玉、徐茵茵同学凭借出色的建模思路和严谨的论证，荣获1等奖第1名。这也是我校时隔10年再次斩获此项荣誉。下面有请2位上台。凭什么？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凭什么处处压我一头？谢婉月同学你好，我是市教育局的江主任。你这次的建模方案非常有创新性，所以我想和你聊聊。您好，承蒙厚爱。继续努力，也一定能成功。我说呢，原来是勾搭上教育局的人。谢婉玉，我倒要看看你这次怎么翻身啊！谢婉玉，滚过来！照片上这个男人是谁啊？你们到底什么鬼？刚回谢家才多久啊？就学会勾结外人？我问你，竞赛1等奖是不是他帮你走的后门？一派胡言！姐姐，我知道你就是太希望别人认可你，只是走错了路。建模赛就是我凭本事赢的。就你，那乡下的教学质量能和厂里比吗？那些参赛的都是名校的尖子生，你能赢过他们？除了走捷径，我想不出第2个理由。我告诉你，谢婉玉，今天你必须把事情给我说清楚。这个奖你到底是怎么拿的？如果敢骗我，就让你立刻滚出谢家。是啊，姐姐，你就说实话吧，爸妈不会怪你的，顶多呢让你把奖还回去，总比被人揭穿之后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要强。够了！你们凭什么这么说我姐？建模赛审查严格，她能拿第1，那是她的真本事。你懂什么？人心叵测，他在乡下待了20年，谁知道会学什么歪门邪道？就是，你别被他给骗了，他就是想借着这个奖抢走本该属于你的集团。我才不稀罕什么破集团，我只想射箭，把公司交给我姐，比交给我靠谱100倍。你们就是偏心。我们偏心？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家。你以为管理一个集团那么容易吗？啊，他一个丫头片子，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传统教育，迟早会把集团给搞垮的。你们不是不相信，你们是害怕相信，你们怕我真的是靠自己拿得了第1名，你们怕光耀真的赢得了比赛，你们怕自己必须要履行对赌协议，把公司交给我，你们是打心底里不接受一个从乡下来的丫头比你们精心培养的儿子养女更加的优秀。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告诉你，如果这个奖真的是你考的，我会立刻给你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把集团交给你。董事长夫人，市教育局的江主任来了。肯定是江主任发现他作弊，现在特意上门来兴师问罪来了。我就说他这个第1名来的蹊跷，肯定是偷偷抄了别人的方案，又贿赂了工作人员。现在东窗事发，人家上门找事儿来了。谢婉玉，你看看你惹的祸，不仅自己丢脸，也让谢家在教育局面前抬不起头啊！你这个孽障！我们怎么养出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现在立刻给我滚回房间去！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出来！你还愣着干什么？难道要等江主任亲自上门揭穿你，让你更难堪吗？是非曲直，等江主任来了，自然就清楚。江主任，真是对不起，都怪我们没教育好这个女儿，让她一时走了弯路。我们也没想到她竟然敢在建模赛里作弊，还连累您，还特意跑了一趟。是啊，
这个丫头啊，在乡下也惯了，没什么规矩。我已经狠狠地教育她了，一定让她把奖项啊给您还回去，给您和教育局一个交代。江主任，你可不能轻饶了她，她就是看我从小在爸爸妈妈身边长大，故意做这种丢人的事儿，想让我们家族蒙羞的。谁说谢婉玉作弊了？江主任，您看这些照片就是他贿赂工作人员的证据啊！这照片上人是我呀！我和谢婉玉也只是在讨论建模方案的优化方向，何来作弊一说呢？我倒要问问你们，这照片谁拍的？为什么断章取义，故意抹黑我和谢婉玉同学的名声啊？我只是路过，看到随手拍了几张，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没想那么多，明明就是你故意拍的，引导别人，还在背后煽风点火，随手拍的，你心思倒挺深。表面看着乖巧懂事，实际上在背后净做着些栽赃陷害的勾当。你们谢家就是这样教育女儿。终于见到本人了，我看了你的方案，我觉得很惊艳，所以我想跟你认识一下。你好，我叫江慧成。很高兴认识你。现在误会已经解开，我是靠自己拿的奖。江主任可以作证，你刚才说的签股份转让书不会是的。好，签。你真是蠢得跟猪一样！我怎么养了你这个惹祸精啊？行了，现在骂有什么用？集团也得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待了，立刻滚去漂亮国与湘北培养感情。等回国以后，原因你要赶我走？妈呀！哎，立刻把小姐带回房间，给我看好她。我不去，为什么？别让我去！王权那边已经按流程移交了所有工作，现在业内已经没人敢再用它，算是彻底下马了。咎由自取，没了这个阻碍，城西的项目可以照常运行了。小妹，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这个呢是集团旗下的科创子公司，成立3年了，一直没有什么起色。我想着，不如让它独立运营，自负盈亏。这样不但可以给总公司减轻压力，还能给子公司带来更大的成长空间，说不定可以盘活的。科创子公司涉及的核心技术是集团的重点布局，独立运营风险太大了。我知道有风险，但是富贵险中求嘛。这样，你放心，我愿意申请担任子公司的负责人，只要出了什么问题，由我一个人承担。拆分产业，转移核心，我才刚坐稳总裁的位置，就着急瓜分我的成果了。表哥还真是热心，不过此事儿牵扯重大，我还需要先核实子公司的财产和专利技术，不能急。这种手段我100年前就见过。你要的科创子公司近3年的对外合作记录，跟你猜的大差不差。他们早就勾结好，提案只不过是走个过程。那你想怎么做？跟他撕破脸？我压了他的提案，他肯定会想办法来闹，说不定还会凑齐不少人。那你的意思是？谢胜背后有长房撑腰，说不定还会得到阻老的默许。不这样，很难一次性办到的。需要我帮你调查一下投资机构的资金背景吗？我当年也帮江氏处理过类似的案例，我有渠道能够查清楚投资人的真正目的。需要，多谢。我们俩都认识4年了，你怎么还对我这么客气啊？好啊，那我命令你尽快查，查完给我。知道。你知道吗？咱们谢总啊，可是乡下长大的。我还听说他连基本的商业术语都不懂，这些项目都是靠隔壁的江总帮衬才做成的。他可真是找了个好靠山。
这个谢成是不知道真下来，就会传流言。没事儿，他马上就要滚出公司了。谢婉月，你还有脸坐在这儿？你攀附江总的绯闻已经传遍了整个公司，如此的品性败坏，你也配执掌谢氏啊？伤风败俗，一个女孩子家的私生活那么不检点，传出去让合伙人怎么看完？祖老让你掌权，是让你带领谢氏，不是让你拿公司的名声当儿戏。你连最基本的德行都没有，赶紧辞职谢罪！哼，我看你啊，心思压根就没在工作上，靠着不正当的关系上位，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你这样总裁，我们不认。你还有脸笑？谢崇，我的职位是组长和二房一致同意之后给的，想把我拉下水，你得先问问祖老的意见。好啊，那就把祖老喊过来，让他看一看，他口中这个郡主转世就是一个屁。谢婉玉，你职场集团不过3年，就把公司搞到乌烟瘴气，子公司业绩平平，你不仅不反思，还打压宗亲，甚至和万难纠缠不清，搞得满城风雨，让谢家的脸面忘了磕。话说的对，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管理。项目能达成合作，全靠着江淮城的帮助。现在倒好，仗着有人撑腰就无法无天，故意拖难我的申请，你安了什么心呀？此言差矣。婉玉掌管公司这几年，公司的营收翻了2倍，而且海外的市场也是他开拓的，功过不可一概而论。至于绯闻，我觉得应该是误会，不能单凭几张照片就下定论了。失误，照片都传遍了，孤男寡女凑在一起，能有什么正经事？二弟，你就是太心软了，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既然大家这么看重这张照片，那不如仔细看看我和江总面前摆的是什么。不就是几张文件吗？这能说明什么呀？说明谢副总，你的手机像素很好，能够清楚地拍到文件上的标题：科创子公司独立运营风险方案评估，以及谢成您的操作核查。3个月前，我就发现你频繁接触外部投资机构，暗中转移科创子公司的核心技术资料。所谓的独立经营，也不过是你暗中转移权力的幌子。而我和江总讨论的，正是你的阴谋。你胡说！这些都是你伪造的，文章和标题都是你篡改的。伪造？江氏集团的公司档案部有原始资料，参与核查的团队成员也可以作证。需不需要？我现在叫他们过来对证。当年我在朝堂上处理过无数栽赃陷害的案子，你这点机灵太嫩了。大哥，婉玉既然有证据，那就说明这个绯闻它是假的。倒是谢成转移核心资产，构陷外部势力，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必须严查到底。谢成，你以为靠一张模糊的照片就能够打败我？但是你忘了，谢家最看重的是业绩和规矩，而不是流言蜚语。当年的仙子能够打下谢家的基业，靠的是明辨是非、严惩内奸的能力。现在由我执政，也一样。婉玉，你大伯，我已经联系公司的法务部，整理好了证据，需不需要现在来看一看？算了吧，大家都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谢成年轻，
不懂事，一时糊涂犯了错，你就看在我的份上饶他这一次吧。果然根早就烂，要我原谅他可以，但是谢成必须立刻滚出二房的公司，并且永远不准再参与公司的业务，用于赔偿公司的潜在损失。谢婉玉，你在说什么鬼话呢？好，就按你说的办。不行，祖老，我才是长房继承人，你不能这么对我。好啊，婉玉，做得好啊！以前是老爸小看你了，你比老爸更有魄力，更懂得守住谢家的家业。但是老祖那边孰轻孰重，他自己心里清楚。哦，对了，跟你说件事情，下一周明珠和向北要从海外回来。感谢各位今天的到来。今天的宴会呢，有2件重要的事情向大家宣布。第一，是我的女儿谢明珠从海外归来，平安到家。那么第二呢，是谢氏集团从今天起正式交由我的女儿谢婉玉来执掌。老爷，跟大家认识认识啊。婉玉，刚刚你那个妹妹在旁边一直阴恻恻的看着你，怪吓人的。待会儿晚点走，有好戏看。欢迎欢迎啊！欢迎啊！以后得多多合作。我先走了。姐，你刚才在外面应酬了那么久，肯定喝了不少酒。我给你准备了解酒茶。刚才被轮番劝酒，确实头晕的厉害，还是明珠有心了。姐，这个茶凉了就没有效果了。你现在是谢氏的总裁，可不能出半点差错，不然别人会笑话你的。对了，明珠，我需要换身礼服，你先出去回避一下。好，姐，那你赶紧喝完茶休息一下，我在门外等你。等你换好衣服之后，我们一起出去。好。谢婉玉，这都是你自找的，谁让你抢走我的一切？姐姐，你没事吧？姐。谢婉玉，这一切都是你的错。爸妈的宠爱，谢家千金的身份，谢氏集团的掌控权，这一切都是我。明珠小姐，欢迎回来。好，谢谢。哟，你们聊什么呢？爸妈，你今天照顾好大家啊。
你看郑总一表人才啊！婉玉说是去换礼服，怎么现在还都没有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应该不会吧？估计是礼服出现点问题，我们再等等啊。怎么还没回来？管家，董事长，你去休息室看一下，谢总怎么还没回来？好嘞。没事的吧？董事长夫人，休息室里没人。什么？没人？谢总怎么不见了？不知道，一直没看见。爸妈，我刚才好像看见姐姐和一个男人上了楼，还是一个陌生男人。我以为是合作方，姐姐上楼和人家谈正事儿呢。合作方都在，他能跟谁聊啊？爸妈，我上楼找姐姐。要不咱们也去看看吧？啊，走。姐姐，你在里面吗？大家可都在等你呢。啊！这是怎么回事？杀人了！哟，这是怎么了？凶案现场是谁先发现的？是他，是谢明珠带我们上来的。对，我们都是跟着他来的。推门进来就看到这样了，什么都不知道。是我，你怎么会从外面进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吗？我不从外面走进来，难道要从窗户外面爬进来？妹妹，你是第一个冲进来的人。我听说作案凶手都喜欢返回作案现场。你说话到底什么？那你敢说这个男人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现在的通讯科技这么发达，我劝你想清楚再说。我们快报警吧，不然消息传出去，集团就有麻烦。啊，对，快报警啊！这不能报警！妹妹，就算被作为嫌疑人关进看守所，和那些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强奸犯关在一起，我们也会想办法把你保释出来。你放心，才不是嫌疑人呢！但你确实是第一个冲进来的人。我都说了，这跟我没有关系。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这个男人是你做的。我都说了，这跟我没有关系。我联系他，只想毁掉你的清白。这怎么回事？没事儿，只是陪你演了一出戏。耍我？4年了，谢明哲，你还是这么丑。你给我选的迷药那么大一股儿，你居然觉得我会喝下去？不可能！不可能！爸，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谢明珠，你太让我们失望了。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你的女儿，你沈家的联姻取消。我们走。是沈向北指使你这么做的，对吗？是的，跟他没有关系，这都是我自己的主意。谢明珠，你不会还想要嫁给沈向北？你手里应该有证据，可以去威胁他。你不会觉得我能看上这种货色吧？我不像你，一点都不挑人。你少得意了？你以为看不惯你的只有我一个吗？还有谁？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给这个男人绑上白布吗？为什么？几百年前，谢氏姐妹互相残杀，险些给谢氏家族招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族长下令，将他们2个双双绞死在闺房内，体尽孝典。此事被记录在册，警示后人。谢明珠，如果族长知道你对我做的事，你觉得他会不会惩罚你？谢婉玉，谢明珠，
我不管是谁指使你这么做，但你最好都别来招惹我。姐，你可算是回来了。你是不知道啊，谢明珠啊，她还在谢家住着呢。爸又把她认回来了。不知道他又使了一些什么手段，居然让沈向北松口，现在还保持着婚约呢。你就想啊，妈那个人本来就心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就更心疼她了。哎，对了，谢家4年1度要举办的聚会，你知道吗？聚会，洪安好像昨天说过。就是那个能独当一面做出实际的男性族人才能参加的聚会。那你怎么给我了？我最近忙着射箭集训的事儿呢，我可没空凑这热闹。而且企业不是已经交由姐姐你来管理了？核心仪式里面都有什么流程？就是族老牵头，许多长辈在那里吹牛。但是啊，我听说如果表现得好的话，能得到许多产业份额。知道了。谢家的规矩根深蒂固，都好几代了。那些老家伙们思想保守，你要是贸然打破，我怕你会引火烧身。100年前，谢家示威，正是靠我一个女性上阵杀敌才得以发家壮大。没想到如今打下的基业却成了别人的嫁衣。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谢氏想要长远的发展，就不能被这些腐朽的规则束缚。执掌谢氏的人有资格决定谢氏的未来。这次聚会，我就要让他们知道，女性未必不如男性。那需要我怎么帮你？帮我联系一些人。站住！谢家男性族人聚会，女眷和外人不得入内。我是谢氏科技集团现任总裁谢婉玉，来参加家族聚会。总裁怎么了？这是谢家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只有能扛起家族产业的男性族人才能进去。你一个女人家，凑什么热闹？是啊，这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在家里管好琐碎事就行了。这产业大事，什么时候轮到你给女人做主？我听说呀，她是从乡下找回来的，在那里待了20年，能懂得什么家族规矩呀？恐怕呀，连祖宗的牌位都查不清楚，进去也是丢人现眼。表妹啊，不是表哥说你，这种场合你是真不适合。如果你想凑热闹，可以去偏房喝喝茶，聊聊天。正厅的事由我们男人做主就够了。表哥，你不是灰溜溜的滚出集团了吗？也还好意思的来参加聚会啊？我姐把集团打理得井井有条，营收整整翻了2倍，可比你们这些只会狗叫强多了。话不能这么说，商场上的事哪有这么简单？指不定是用了什么旁门左道。再说了，让一个女人掌权，让别人知道会笑话我们谢家没有男人。论能力，他比各位都更有资格在这儿。江总，这是我们谢家的家事，就不劳你一个外人操心了。她一个女人家进这宴会厅，那就是对我们先祖的不敬。规矩，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是有能力者执掌公司，而非仅凭性别就否定一个人的价值。至于我能不能进去，不妨诸位去问问族里，我是谁请来的客人。不妨各位问问族老，我是谁请来的客人。
婉玉啊，别在门口僵着了，快进去吧。哎，苏老，都安静。婉玉，宗祠规矩由来已久，并非针对你个人，你的身份特殊，我也早早就请了你。左老，您让我进去，不过是碍于我是郡主转世的身份，不得已而为之。我劝各位在说话之前过过脑子，现在可是在现场直播。这都2026年了，还有这些规矩呢？很难想象，恐怖的家，所以这个谢总真的是农村出身，那可一致啊！不许任何人说谢总，自从他上任后，新式科技真的研发了很多女性友好的。这老头子看着也不像好人。婉玉啊，先进来说吧，主座给你留着呢。好了，既然大家都来了，那就按规矩，先祭拜先祖，再工商产业大事。婉玉啊，你这性子也太强势了。女孩子家这么争强好胜，那未来怎么嫁得出去啊？就是，你早晚得嫁人的，到时候嫁到外家，这谢家二房的家业不就拱手让人了吗？我没有结婚的打算，就算将来结婚，也会是别人入赘。入赘？和你年龄相当的男人呐，就算是入赘到市长千金家，都绰绰有余，怎么可能来入赘到谢家呢？是啊，那男的也没有几个入赘的，即使要入赘，那肯定也很贵的。那你入赘要多少钱？那怎么着，固定资产也得几个亿。哎，这个你不懂啊，入赘呀，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花的不仅仅是彩礼钱，还有男人的尊严呢。你说哪个有本事的男人愿意放下尊严去入赘呢？是啊。那我干嘛要放下尊严嫁人？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我们这不管嫁人叫入赘，而且入赘和纳妾那才是对等的。是呀，就算是王府的嫡长女，也会嫁给侯府嫡长子的，而不是让侯府长子入赘呀。那可不，要不是我早亡，世子可是要赘给我的。这些人怎么比我这个真在古代活过的还要封建？我愿意入赘，我愿意入赘，而且我愿意带着整个江氏入赘。江氏。月，我算是知道你周围都围着些什么东西。苏老请你来谢家，来这么事，估计是因为你直播还找不到世之病治，所以来问责。既来之则安之，还会怕他？婉玉，这段时间你为家族做了不少事，我一直想代表长房说声谢谢。客气了，都是分内之事。表妹，听闻你是先祖转世，才情并无，非同凡响。这个呢，是家里珍藏的先祖真迹，笔触精妙，寓意深远。哥哥一直奉为至，今日妹妹难得几次，想请妹妹在旁边写几个字，全了这个，全了这个。寓意深远，这是我当时觉得院中的牡丹开得好看，又闲得无聊，随手瞎画的。既然表哥和伯父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信着。
谢婉玉，我一定会证明你根本不是什么先祖转世，只是个欺世盗名之辈。姐，实在不行就算了。我看他绝对是故意针对你。表哥，伯父，我许久未动笔，寄一生书，让大家见笑。这怎么可能啊？难道他早就知道，提前练习了？婉玉是郡主转世，才情岂是你能随意试探的？哼，福字就挂在你的床头，警醒你，多琢磨家族产业。别整天想着那些旁门左道。那好了，大家先吃饭吧。哎，王妈，你怎么在这儿？这个佣人，你认识？认识啊，他以前是咱们二房的佣人，我小时候可喜欢跟他玩了。但是后来他辞职了。王妈，先下去吧。你和王妈以前关系很好。算是吧。小时候爸妈在公司忙，没时间管我，都是王妈带着我。她特别温柔，不像家里其他几个佣人那么拘谨。她会带我去后山、去靶场玩。我就是那个时候爱上射箭的。那他后面怎么走了？好像是说家里出事儿了，然后回老。这是我整理收集的全部资料了。你猜的没错，展房和三房在近10年确实有多笔匿名资金来访，数额高达上千万。资金流向就指向当初收养你的孤儿院父亲账户，所以当年抱走你的人就是这个佣人。所以当年的调换根本就不是意外。谢崇忌惮二房势力正大，担心威胁长房地位，于是和三房勾结起来，将我这个正牌千金换走，让谢明珠来顶替身份，最后再安插谢成进入二房，伺机瓦解。原来就连我爱上射箭也只不过是算计。怀成，这都快下班了，你怎么来了？婉玉、光耀，今天晚上你们再来一趟老宅吧。这2天祖祠会开，你们顺便去拜拜祖。带着江怀成一起，不麻烦吧？当然不麻烦，多双筷子的事。行，那我们赶紧走吧。不过100年，怎么就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表面上看着枝繁叶茂，内体里却腐朽不堪。为了利益，互相算计，连刚出生的婴儿都能沦为棋子。而谢宏安在这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是真的被蒙在鼓里，还是默许这一切的发生？我说，我是不是该给这几位祖宗跪一个？毕竟我都要入赘给你了，是不是得跟他们表表诚意啊？给他们磕一个，让他们给你磕一个还差不多。啊？这话听起来怪怪的。
但至少他没有反驳入赘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要赘给你的。这是看来卡死了，需要用工具。不愧是掌控谢家的女人，简直像磁一样坚强有力。抱走新生儿，送到孤儿院，让谢城进入二房公司，上进管理层伺机将二房瓦解，财产由长房和三房平分。所以谢光耀是个意外。是，所以他们才着急发展他其他方面的天赋。那现在你已经拿到证据了，打算怎么办？揭发他们吗？那都有趣，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姐最近总念叨身世的事儿，说总觉得当年被找回来的过程太过顺利，想借先祖的祖祠牌位去祈福，好查明当年事件的真相。管他有什么用呢？我姐想干什么，谁能拦得住？咱们就全力支持她吧。我妈，今晚3更，你跟我去趟祖祠，把暗格里的东西销毁，绝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好，我一定准时到。动作快点，找到东西立刻释放。东西呢？不知道，我上次来的还在呢。谁？谢崇，你和谢明勾结作乱，调换血脉，谋夺家产，背叛先祖，可知罪。先祖显灵了。你是谁？少装神弄鬼了！谢崇，你和谢明勾结作乱，调换血脉，谋夺家产，背叛先祖，可知罪。是罪，我知罪，我知罪。谢崇、谢明勾结作乱，调换血脉，谋夺家产，背叛先祖，可知罪。知罪，我知罪，先祖饶命！我也知罪，都是谢崇逼我的，我不敢不从啊！是你主动找上门来，说能帮我做事，还说能帮我顶着二房的动静。胡说！明明是你许诺我好处，说要给我一大把钱的。是你太心不足，当年挑孩子的想法是你提出来的。你说二房现在势头正盛，咱们下个账房，把孩子换走，换个好工作回来。是我的操作怎么了？具体的操作不都是按照你的安排吗？是联系谢明，还有找孤儿院，还有你让我故意带着谢光耀去文物上市，断了二房的后路。谢明一房的好处，他早就觊觎二房的海外业务，办有事成之后分了3成。还有你明明收了我50万合作费，现在还倒打一耙。你那点钱能干得了什么？你当初可是答应我二房产业的1成。先主饶命，我再也不敢了。两个做贼心虚的蠢货，吓到连这里有灯都忘了，是不是？是你这个贱人，设局陷害我，这都是伪造的证据，我根本没有做过这件事。都是他，
全是谢总的主意，是他和谢云的狼子野心。吴老早就偏心底细，爱男爱女，这王妈到现在都没出来，以为把罪责全甩出去就好，真是。够了！谢总，调换血脉，谋夺家产，背叛祖先，罪无可赦。从今日起，收回你所有祖产和谢氏集团股份，还有你助纣为虐，参与调换之事，罪证确凿，直接带退警局，交由法律处置。我明天要亲自去三房问责。就这样，调换嫡系血脉，勾结外人，谋夺家族产业。按照谢家，今则除去族籍，重罚3改家谱，重责上级；而如今只是夺去祖产和股份，这令人太轻。婉玉，他终究是长房嫡系，没必要做这么绝嘛。谢婉玉，这个行人野种，少在这里搬弄是非。族规早就改了，哪来的3代家法？你就是想公报私仇。好，是谢宏安，让我听听，你改的族规是什么？我倒是想知道，是指庇护男丁，还是指偏袒长房一家人的规矩？谢家的族规是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而不是让你举着权力的名目来纵容嫡系一家为非作歹。放肆！我才是现任族老，谢家的规矩由我说了算。来人，把这个木屋尊长扰乱宗主的丫头给我带下去。这是我们长房自家的事情，轮不到外人来管。郡主，属下等世代只听谢家正统君主的号令，辅佐族老，也只因族老是君主您的后人，而非这等背祖忘宗之辈。谢城的这3改家法，是族老您亲自，还是让公要？不过我先奉劝您，如果您还想顶着族老的身份安度晚年的话，那就按着私人。要是不行，我也不介意让守规矩、明是非的人来做。让谢光耀来。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长房嫡系，我要是受了罚，长房的脸面我这可……做了亏心事，就该受苦。婉玉啊，你可是咱们家的大福星啊！大房和三房这次啊可是元气大伤，他们呀再也不能觊觎咱们谢家的产业了啊！是啊，现在有婉玉在，我们呀也就放心了。姐，有敬，来，干杯！干杯！妈，我没法活。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啊？这大好的日子，你别在这晦气。明珠，这是怎么了？沈向北，他出轨了公司秘书。哎呀，夫妻之间啊，哪能没点摩擦啊？要多多包容啊！对呀，向北还需要咱谢家支持呢，他不会对不起你的啊。明珠，明珠，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受委屈了。这是我送给你的信图，你不要再生气了，我已经把他开除了。以后聘请秘书的事，我都听你的。真的，都听我。当然，那以后我聘请个男秘书，你总不会生气了吧？这恋爱脑还有的闹呢。郡主大人，你这么全能，你会不会算命？
他八字如何？他呀，不用算我就知道，离婚3次。你说是不是？没错。对对。他骗我，沈向北就是个骗子。今天去酒店找他，发现他和那个男秘书，他们居然厮混在一起啊！他让我找男秘书是故意的，我要离婚。哎呀，明珠啊，这婚姻又不是儿戏，你哪能说离婚就离婚呢？啊！明珠啊，你和向北是联姻，大多数夫妻都是这样的，哪有那么多真情实意呀？只要他还认你是沈夫人，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哟，妹妹，没想到你的小莎士比亚还是个多情种的。多情种？好啊，你们姐弟俩合起伙来欺负我。祝你生日快乐！看来我是最晚送你花的人，但是他们送的花代表的是友情、亲情，和我的不一样。我这一束代表着我的心意。夏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做女朋友吗？少年时，我自幼习武，少年时便披上铠甲，征战沙场，满脑子都是保家卫国、重振家族，根本没来得及体会儿女情长。当年家里确实为我定过一门亲事，可那位未婚夫的模样早就模糊不清。好，谢总，华能的项目还要跟您聊一下。